各位有没有听到老师的声音呢？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换直播地方哈，我跟各位讲一下哈，换直播哦。来，各位哈，这边这个不好意思啊，老师的直播这个直播就是换我们刚才的直播哈，老师先确定一下。这个要先关掉，怎么关呢？好，大家好哈，老师在上海哈，不好意思哈，这个大家来这边去做直播哈，不好意思，好，那电脑突然就卡住了，你说为什么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突然卡住了，好不好？好，大家晚上好，好，那这个我们继续开始今天直播。那首先老师现在人在上海，好，那既然在上海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要越过这个伟大的长城系统。不好意思哈，那老师这个眼睛有点微肿哦，眼睛有点微肿，就是说这个来这边就之前出来发前就有一点那个睁眼的，好吧？不好意思哦，先说一件事情，老师在出差哦，所以说这个今天的直播我们是用手机直播的，本来是应该电脑就卡住了，我也没办法。那这件事情就是说呢，那个老师在上海，那这个8号的时候我是会前往杭州，那接下来我们会往成都去哈，这个各位台风要注意啊，好像台风要来了。好，那我们接看今天直播哈。那我们今天首先要看到的事情啊，就是乌克兰啊，乌克兰在这个状况之下，它攻击了俄罗斯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状态。那既然攻击俄罗斯成功了，那是不是代表是说现在战场将由这个欧盟加乌克兰开始逆转胜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么容易的一个事情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周啊，俄罗斯啊也对那个乌克兰的基辅啊发动了攻击，然后摧毁了9间的一个民众的一个住宅，还有就是说死了大概20-30个人吧。你说它是有没有实际的一个战果？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啊，战果就是其次的，因为你攻击是民用设施，那么你要去做其他的一些战果去取得的时候，你打的是民用住宅，所以说你打太大，那么基本上你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地位就非常的一个难去做处理。各位有听到有听到跟老师说有听到哈，因为老师现在用的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啊。各位有没有听到老师说老师的声音呢？听到跟老师说听到哈，有没有听到老师的声音？有听到说听到，好不好？有听到，有没有听到？跟老师说一下哈，有没有听到老师的声音？有听到吗？有听到哈，跟老师说一下哈，听到哈。好，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俄罗斯它对了乌克兰进行了反攻。那这个反攻之后，其实俄罗斯有没有办法摆脱他自己的一个窘境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为什么俄罗斯没办法摆脱他的一个窘境呢？就是因为是说，现在俄罗斯啊，它对于中国的石油输出啊，那其实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它石油的输出啊，透过管线将他们自己本身比较优质的一个轻质的原油啊，输送到中国。那第二个部分呢，这一般的比较次级的重油啊，它是卖给了印度，所以说呢，它对于输出这个样子的石油，就换取它的财政上的一个支持啊，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虽然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但是它没有办法解决到什么呢？没办法解决它本国里面所需要的石油的一个需求。各位，你不要去用那个我们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地区的一些百姓的看法哈，这个对俄罗斯来讲，他们是一个非常幅员广大的一个国家，在这么大的幅员广大一个国家，你要去一个地方，你油箱加满之后，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可能刚刚好把你一箱油把一箱油都把它给用完了。所以说，当你现在俄罗斯它是限定你加油的状况之下，所以说你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它不是不让你加，它是限制你，去加。那么在限加状况之下呢，就变加不够的，那或者是说你的 A 点到 B 点本来是应该可以直接去怎么样自己办完事情的，结果你必须在 B 点呢也必须加油，你才能够回到点，所以说你就变成说你来回之间你就一直不断的加油，一加油就得排队，排队就需要时间，那么你是不是原来的状况你就受到影响了？所以就没有这么容易是说我们现在只要是说你有石油，那你只要有人有加到就没问题了，没有，因为他们的幅员广大，你要加油并没有这么容易。所以说你就变成什么状况呢？它虽然输出没有问题，但是它本身的国内需要这些石油的时候啊，它必须跟谁买呢？它必须去跟印度买，这样子倒反天罡了，对不对？之前呢是俄罗斯啊就卖原油给印度啊，那它赚取这个印度的一个卢比，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它跟印度买炼好的石油，也就是汽油回到俄罗斯去供它国内去使用。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他自己的炼油厂是被乌克兰无人机所去击垮了。那既然击垮了，那他没办法炼油，说造成现在这个状态。那有人会说，老师，那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你不叫中国中石化去帮俄罗斯去重建他们的一个炼油设施呢？其实俄罗斯本身是有炼油的设施的恢复能力的，但是问题是在哪里？问题它就需要到6到10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被乌克兰所摧毁的这些炼油厂重新的建立起来。但问题就在这里，是说你重新在建立这些炼油厂设施的时候，你能不能够继续防御它的攻击呢？这是一个问号。再来一个层面呢，那根据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些政治上的协议，它不能直接提供比如说中石化，它能不能直接派员工去到俄罗斯帮他们重建呢？这个也是有争议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它并不能够比如就像正常输出的稳定正常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知道是说，它并不能够直接通过这个地方所来去取得它所需要的这些能源然后继续他们国内去使用。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俄罗斯会不会崩呢？其实在目前为止它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状态。我们上周有说过，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但这么危险的状态，它是多危险呢？它还可以至少可以撑到2027年的第一季。但是问题是，乌克兰它能不能撑到2027年的第一季，这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说老师，那当然可以啊，那乌克兰撑多久了？你当然可以撑到这个2027年第一季啊。但是我们要去反过来想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现在乌克兰是靠谁撑的？那这是不是重点？乌克兰现在靠的支撑的当然就是所谓的欧洲国家，但是欧洲国家现在能不能去继续支持乌克兰，我们就从另一个地方看到。什么地方看到呢？就是在于是说，欧洲现在经历到我们的之前所预测到的，它有厄尔尼诺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圣婴现象。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欧洲一个夏天到现在为止还没多久，就热死多少人了？这个其实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居然热死了3000多人。3000多人各位亲朋好友，3000多人那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那是实实在在在一个痛苦的状况之下热衰竭而死亡的这些欧洲百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冷气没有冷气是正常的，因为欧洲他们本身过去的一个夏季大概非常热的时间大概维持在1周到2周，其实并没有到现在到1个月来讲这么久，他们1周2周的夏季之后，后面就开始进行了凉爽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没有需要用到冷气，但是这一周是因为欧洲为什么会热死这么多人呢？他们热的时候大概35度摄氏度了，35度，那么凉的时候呢，那么夜间呢一定降温嘛，降到25度，35度到25度，这个气温在台湾来讲，那其实晚上25度，其实开个电风扇也就很够了，不一定够了，但是除了台北之外，其他地方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只是不要白天那么热，我们白天体感温度可以到40度，对不对？但是欧洲不一样不是说他们白人不耐热，而是他们有个热穹顶现象，也就是说它的闷热的状态它是到半夜是不会散的。那如果你到半夜还不会散，那就变成是说你早上已经身体承载这么多的一个热的压力，你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让身体获得的休息，你身体的热能没有办法释放出去，因为25度的闷热环境，那是会让人的身体很难受的。那么老人、小孩或是患有疾病的人，就可能活的把它热死，而且是在25度，还不到35度的夜晚。在台北，你现在到晚上有30度都很正常，但是欧洲不行，25度就可以把人热死的，因为极度的闷热状况。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法国最近就爆发了一个什么呢？爆发了一个是说你这个去疯抢中国制的冷气。中国制的冷气，这其实到处都有而已，为什么要现在疯抢呢？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因为欧洲它有很多的房子还是不利于去降我们的一般的亚洲地区，我们已经习惯吹冷气了，我们有室内机、室外机、分离式冷气挂在那边就好，叮叮穿穿就可以了。但是不是？因为现在法国或者其他的欧洲地区比较热的，他们的是100年建筑，你100年建筑代表是说呢，它的墙壁是比较薄的，它不适宜你去做其他的这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有点中断不好意思有点断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说它没有办法去支撑它这么强大的这个冷气的负载度。中国给它这次的一个窗型冷气是什么呢？窗型冷气它是一个字形的，字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呢那个出风口在前面，中间是一个凹槽中间一个凹槽，字形的凹槽，后面就是它的所谓的那个室外机的部分。这个好处在哪里呢？它是可以挂在窗户上的。
关在窗户上，他们窗户就把它拉下来，就变成一个密合的状态。所以说，任何只要有窗户的地方啊，它都有利于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去做这个挂载冷气。那有人说啊，老师，你这个是上下开的，它如果左右开的呢？左右开那就错赛了，对不起，那个办不到。所以你上下开就 OK， 但是很多欧洲的地方他们还是习惯上下开的啊，那跟我们的一些中式或亚洲比较不一样，他们很多是上下开的。那么这样上下开的部分呢，它就可以把它盖起来，然后可以吹冷气。但是呢，即使在如此，为什么他们的政府还是不断的宣扬他？哎，你们不应该去吹冷气啊，对不对？就像那个能源部长说啊，你们吹冷气是没有办法解决什么的，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粮食危机的，你没有冷气你是没有办法解决动物危机的，什么危机都没办法解决。所以说，我不建议你们吹冷气，我觉得吹冷气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人家问他，那为什么你要吹冷气呢？那个其他的欧洲官员就说，你吹冷气是因为维持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工作品质，因为呢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那其他工作压力就不大嘛，是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于是说，他们不是不给百人去吹冷气，也不是为了去反中，就是说你在中国制的冷气，我们是资匪啊，我们去反中，然后不让你们吹中国制的冷气，而是问题是在于是说，你本身的这些欧洲的电网跟他们的古老文化跟建筑一样，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他们比中国早发达100多年，所以是说他们的电网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各位，电网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只有单单纯纯的电线或者是怎么样，你要去考虑到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变压器或者变电所去维持这样子的电量，那么在原本的电网基础上面，你突然加了一些高耗能的冷气。各位知道冷气是很耗电的所以台湾你吹个冷气加上夏季电价，你可能就要1万多块了，对不对？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那在中国，你可能要多花个几百块人民币啊，你才能度过这个夏天。每一个月要多花几百块人民币度过这个夏天。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他们的电网是没有办法让这么多的百姓同时去增加这么样的多的耗电量。说不是他们怕是说中国的电器去取代或者影响他们自己的一个经济，或者违反他们反中的这个政治信念。而是在于他们本身的电网不足以支持。如果让大家快速的进口这些空调，我不要说中国的，你就算进口其他国家的也是一样，大家都装了之后，哪怕房子也给你钉了，对不对？墙壁也给你拆了，就是为了一个架子，然后移动式冷气也不给你，直接给你装个新冷气了，好，都可以去做了，百姓活下来了，但是电网崩了，那你结果不是一样嘛？你电网崩了，那你其他你也吹不到冷气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欧洲陷入这个就是说你基础建设不足，因为为什么不足呢？因为他们自己如果要改这个电网，那么我实话跟各位讲，没有5年10年了，他们电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跟枫丹亭一样嘛，对不对？你有5年10年是没有改变，现在没有办法改变，那么你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禁止百姓去使用。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明白第二件事情是，电网如果不行，那么说你要发展所谓高科技，你是不是就有障碍？对不对？发展高科技就有障碍，因为我们从冷气就可以知道，如果你连冷气你都没有办法去支持，那么请问其他高科技你要怎么去维持？它是不是就形成了立即性的困难？会懂老师意思吗？那既然高能源的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处理，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的危机你也没有去解除，那么油价上上下下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现在又让这个耗能提升了，你又没有其他能源去供应，加上你这个俄罗斯制裁也没有结束，那么即使你临时给你加大了电网或者一些供应程度，你也没有办法去支持你自己百姓本身的一些的 GDP 的支出，所以说加上什么呢？加上比如说在从欧洲出产的商品进到美国要付到100%的关税。为什么100%关税呢？就很简单，因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的 Meta， 对美国的这些那个 YouTube 就是 Google 啦Meta、Google 等等之类的高科技的一些厂商它寄出了所谓数位税。数位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既然来我们的这个欧洲国家做广告，而且你收了我们的广告费因为欧洲国家他们也要去做广告嘛，收了我们的广告费，那你是不是就应该缴欧洲的税？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台湾之前也是一样，我现在没做广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台湾过去我们也有所谓你要做那个脸书做广告的时候，你都必须帮脸书报税。你如果在 Google 做广告，你要帮 Google 报税。那现在好像有人帮你报了现在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之前有这个问题，现在好像没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因为我很久没做广告，我很久没做广告，我不清楚但是欧洲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在欧盟赚钱，在欧洲赚钱，你就应该给欧盟吐出了你的税金。
那就进这个所谓数位税。那川普就把它反制了，你怎么可以叫我的金主缴这些税呢？对不对？你既然缴我这些税，那我就要课你的税，所以就变成欧洲商品100%课税。所以说目前来看，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忧虑，就在什么地方呢？欧洲的2026年的 Q3的 GDP 可能就走向负数，因为这个我们的一个川建国同志就进行了100%的税金。说这样子状况之下那你就变成欧洲就很难有很好的经济发展。如果他没有很好的经济发展，那么他要怎么样去支持乌克兰它本身的一个战事的推进呢？因为各位要去知道，欧盟的确还有北约国家的确给这个乌克兰批了一笔很大很大的军事援助的金额，但是各位去知道，很大很大的军事援助，它是基于什么呢？它是基于它本身是贷款的形式。那既然是贷款的形式，是不是为了要还？那乌克兰现在好像是说你可以进入到欧盟了，那可以进入到欧盟，以后可以进入北约了。那么你跟他做的这些军事贷款，以后账还好不好收？因为如果你是欧盟的成员呢，那这笔钱要收回来有点困难。那现在我要给你钱也有点困难。既然我给你有困难，你回收有困难，那么你要走这个欧盟程序，你是不是又得拖个2-3年？但是问题是在这个你要答应给他钱，比如答应给他400亿，后来只到了60-70亿，那他后来还能够撑多久？不知道。即使乌克兰他已经获得非常好的这些无人机的技术，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些弹药暂时获得了补给，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后续有没有利才是重点。那当然，现在包含俄罗斯，他就说，你是不是有些鹰派的俄罗斯人就是说，那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去做这个核子武器呢？因为过去的核子武器当然就是应该到现在去使用的，所以俄罗斯他现在有些鹰派就开始去讲，是说你应该用核子武器来去威慑，因为你打到我们本土了。那这个问题在过去其实他们也有在去商议这个问题，只是现在他们就是在克里姆林宫那边是压下来的，那还是尽量的用目前的政策去做。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它要就很简单，我只要守住现在的卢甘斯克、顿内茨克，那还有我们的一个这个什么扎波罗热地区还有赫尔松那个地方扎波罗热的地方应该还没有完全占领，就快了。所以基本上要稳住这4个地方，那俄罗斯它本身要的因为我刚刚暂停一下就是说，因为就很简单了，因为他之前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就之前所用到的这些攻击的技术其实他只要稳住这个局面就没有问题了你这打基辅打东西，你会让刺激俄罗斯国内的这些所谓的物资你是跟不上的。那既然跟不上，我为什么打过去？我就守到现在，我缓慢推进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俄罗斯有些战线的推进只有短短的50米。就50米就是小学要跑100米竞赛，你跑50米就是要在线的一个往前的推进，但是你等于没有那说真的等于没有。所以俄罗斯不急，他也在拖。你既然乌克兰现在打得这么厉害，那么我们继续跟你耗到后面，谁耗得赢，这个还很难说。俄罗斯他在历史上都可以用耗的方法耗赢了拿破仑，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他耗不了呢？他唯一没有耗成功的是谁？就是蒙古人。俄罗斯当时没有耗赢蒙古人，所以蒙古人入主了俄罗斯的这个统治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俄罗斯跟蒙古人其实现在还算是一个友好的状态，因为后来蒙古人是直接交还给沙皇他的权利。所以说就变成说，你要俄罗斯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这个战线其实大部分虽然有轰炸到莫斯科，轰炸到俄罗斯的本土甚至克里米亚，但是你轰炸不代表它是战场，它就只是你只能破坏，但是你百姓的有生力量还在后面，只是百姓一定很不爽。为什么？因为打仗打到现在你也没打赢，那继续下去苦日子我们还会过多久呢？基辅为什么？基辅也是一样，因为当我们现在看到俄乌战持续这么多年，但是基辅的百姓还有乌西的百姓，每天该怎么过，他还是怎么过。那既然还是怎么过，那我可以继续支持目前总统吧，泽连斯基吧。但是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当基辅如果开始受到攻击，那就跟以色列一样。这以色列为什么开始有人反纳坦雅胡？就很简单，因为百姓你自己受到了影响。当你自己受到影响的时候，你就开始反战了。就开始反战了。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什么？过去唐朝在这个准备灭亡的时候后来大顺朝李自成也灭亡了，大家是拱手相让，欢迎这个多尔衮的军队来进入山海关，来接管了整个中华大地。那这么多的这些明朝的官员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弹冠相庆，反正呢我有了都已经有了，
我就继续欢迎新皇帝来了，比如江南的一些士族都是一样。结果谁知道了，满清人把你抄家灭族了，满清人直接给你圈地，你是土豪没有用，一样圈地圈到让你没办法继续活下去。所以说这后面还有反清复明，但是能够成功吗？当然没办法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就是在百姓你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危机意识，或是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参与政治的时候民主政治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所在。好，各位去理解这件事情，好吗？好，感谢各位的参与。好，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在上海直播哈，上海直播哈，当然可能会有点卡啊，各位去那个体谅一下好吗？我的这个是左眼啊，我左眼这个红是好像有这个沙眼啊，所以说就不好意思眼睛看起来比较不好一点。我刚才已经有洗过眼了，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比较不好，好吗？好，如果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继续下去，好吧？我们继续下去，我们把这个那个事情先讲完。所以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哪里？另外一个问题就发生在中东。中东战场上面，我发现有土耳其开始参战啊，土耳其开始要去，就说号称要去打这个以色列。土耳其本身其实有没有办法就参与这个中东战场，并且这个跟他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我说实在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因为他最主要做的是黎巴嫩，还有就是说跟伊朗之间的一些余握啊。现在以色列不敢直接打伊朗，因为你打了伊朗，那美国不开心，那伊朗它反击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说你现在土耳其参战是什么原因呢？土耳其参战原因其实它并不是为了跟伊朗去做联合，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包含那个中东战场的非常的危急我们那个在土耳其境内多了很多的一些叙利亚的一些难民大概400多万人吧，叙利亚难民，所以说这形成他外面来的这些难民去挤压到他们的本国的百姓，加上土耳其的经济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他们通货膨胀率高达50%，各位你没有听错。它的通货膨胀率高达50%它并不是一个游刃有余的一个国家，虽然它在欧盟境内，但是没有它游刃有余，它还是过得非常辛苦。那土耳其为什么辛苦呢？那这个问题就不是现在，也不是说最近的事情，它是在2018年所造成的所谓的那个美国神父事件。因为当时的那个美国神父刚才看他们自己国内境内有在进行了一个要推翻埃尔多安他们的政府的一个政变，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埃尔多安他就开始去倾诉他们土耳其内部的这一些反对派，那也包含了他们认为这个神父这个神父的名字我就忘了，这个神父本身是有在支持那些反抗军的。这个意不意外呢？惊不惊喜很正常，因为美国的这些教会很多都是这些所谓的 CIA 或者是这些他们这些很特殊的团体去专门去给你做颜色革命的这个很正常，也没什么奇怪的美国家的战略那个也没什么。所以他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一个神父也没什么，但是美国就说你必须把他引渡回来你不可以抓他，那就很明白了嘛。那他颠覆是不是就有道理呢？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那这个当时埃尔多安就说不可以不行，通通拿去做基金，不是，通通就说你这个不能回去，你是有问题的，除非你把我的政敌在美国的逃难的那个政敌拿回来，我要把他给处理掉，我们公正的审判我们来交换这个人质。但是当时的总统是谁呢？当时的总统就是我们伟大的川普老先生。川普老先生就说不行，那个你这外交协调的事情那是不行的，奥巴马才干的事情。我这个人没有跟你讲什么的，我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那时候他刚从奥巴马的这个政权里面所得到的，刚第一届嘛，第一任选举。所以就不行了，所以说呢，那个他们两个闹翻之后那就美国对的土耳其做了钢铝的关税制裁25%跟30%的这个关税。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个土耳其它本身自己是没有能源的自己是没有能源的，也没有什么太可以仰仗的一些天然物资，所以是说他们国内的通膨就开始20%、30%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往上。但是呢，当时那个埃尔多安他当时他的一个政策是说什么？他认为是说，你提高税率，你是没有办法去压制通膨的。你提高那个利率是没有办法压制通膨的。那既然提高利率是没有办法压制通膨，那么利率就是万恶的，我就维持原来的14%的利率。但是当时的财政部长还有他们的央行的行长认为是说你要提高到30%去压制这个通膨。那其实几年前我们就谈过这个直播的内容了很久以前的，这个我都找不到哪一集了。所以说在那个状况之下，他就没有做这件事情，导致是什么呢？导致他的通膨一直居高不下。那最后他有没有放过那个神父呢？是放过了，但是美国有没有因为你放过这个神父，让你可以怎么样？让你可以是说解除你的钢铝制裁呢？结果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那个
当那个特朗普他就对全世界进行了这些所谓的这个制裁，关税制裁，所以说啊，他等于是说你放了，但是呢，川普也没降你的关税，也没解除你的制裁，他只是解除了他们所谓的内政部长或其他人的一个通缉，但是问题就是还是在于是说全世界都提高这个关税了，钢铝关税了，那么等于是你的是没降。那所以说呢，到了后面又有疫情，然后后面又有封城，整个经济开始乱套，直到去年呢、拉尔多才换上了一个新的财政部长，要把他们的利率继续往上啊，提高到40%，好像借此要来去压制他们的通膨。但是有没有办法成功呢？但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因为你这个机密如果一开始就做的事情是可以，比如说呢，我们在小学在国中的时候念过一个课文叫《子欲》，其病在此，时亦生病也，但是你的问题就在于你长久以来的病根是在你长期的不举措，就导致说你的这个通膨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么你现在处理的，你要把它物价立刻压回来，通膨立刻压下去是没有办法的。加上他们现在又要选举，所以说他这个事情只能做什么？土耳其只能把他内部的矛盾转移到外部的矛盾。那么转移到外部矛盾就是什么？他决定要去跟以色列硬刚。那当然以色列也觉得奇怪，跟你屁事啊，对不对？他就变成是说我要成为穆斯林的保护者啊，土耳其是穆斯林，好，这个各位去知道。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需要能够参战进来。那这个状况，有人就说，这是不是说属于中东版的一个赤壁之战呢？也就是说，你现在伊朗是不是要跟土耳其合作，来去共同击杀共同的敌人，就是强大的一个以色列？那以色列是进入败局。事实上啊，这个事情也很难。为什么？因为其实土耳其能不能够去全面去支持这个战争的发展呢？其实是不行的。其实不行，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国力已经非常有限了，在有限的国力之下，你要派出军队去打，那么你的国内的经济一定是雪上加霜。而且，如果你跟以色列开战，那么美国会不会跟欧盟会不会做出其他的制裁？那这也很难说，但不会做制，欧盟应该不会制裁，因为它本身就是欧盟成员嘛。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意见？那会有，说它的国际局势会变得更加的难堪，或是更加的一些处理不好处理。说以色列它能够叫，但是你要说你要去真的实际的去打这场仗，那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啊！各位可以放心，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容易的。那么转过来讲，那么是不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土耳其叫嚣一下，那么美国一样去帮忙以色列去做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在6月20几号的时候这个美国去跟伊朗又开始干起来，然后伊朗去打了这个新加坡籍的一个邮轮，然后呢，美国呢又去轰炸了伊朗。说大家互来互打，打来打去，我们上礼拜有谈过，他们打来打去，后来到6月30号他们又开始进行了下一个阶段和谈，停止攻击了。这个其实有没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呢？各位，我们之前所谈过老师之前是跟各位讲过，我完全不相信美伊之间那个备忘录各位还记得吧？我上礼拜有说过，我完全不相信美伊这个备忘录。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备忘录呢？因为这完全是对伊朗有好处的备忘录，美国怎么会做这个丧权辱国的一个条约呢？所以说他就打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后来就打起来，因为你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那放到参议院、众议院一定是过不了的嘛，所以就必须打。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油价是需要操纵的，所以说你一打，你是油价要起来。之前跌那么凶，那么对于这些卖油的怎么壳牌之类等等的，那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利润降低了，对不对？你再打一下，你油价是不是就回来？所以说这个月为什么老师最近跟各位去讲，就是说6月份是平盘，原因在这里，因为现在还没交节气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他就需要一个话题来互相炸一下。然后让这些资本家来去获得他有的利润，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很糟糕的问题？牺牲的永远是老百姓，但是呢，获利的都是这些资本巨头。说资本其实，不应该这么讲但是以我们人类目前的政治的模式跟我们的不成熟的心态其实就算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样，资本永远是万恶的冤首。我说真的，这个其实各位从上荒五帝下商周开始都是这样，资本是万恶冤首，人只要是利润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各位应该可以认同老师这个想法，你只要利润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比如说，你有100%的利润可以让任何的天使变成了恶魔。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变得很危险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么你这个中东战局是不是还会继续呢？对于伊朗来讲，他必须要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在还没有谈成条约状况之下，如果他放开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他等于他的筹码就没有了，因为你一下开放，然后一下又把它锁住，那这个问题就变成是说，以后在谈判过程、还有国际局势上面，你就变得站不住脚。你现在只能够继续限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呢去暗示以后你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缴一定的
这个通行费。那美国呢，当然也不希望这件事情这么快的结束，因为一旦放开，油价又会跌到底，跌到底。那么请问，美国花这么多钱去打委内瑞拉，那么它的收益又在哪里呢？有懂老师意思吗？所以很多事情啊，就还是在资本的手上。所以以色列他要不要继续打？他要继续打，但是他能够撑多久，这是一个问题。他该不该跟伊朗直接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热战？我说实在的，以色列自己本身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啊，所以说这个就变成一团烂粥。所以我们之前做7月的一个总论啊，就有说过，这是一个大国把盖子盖起来的时间。一旦把盖子盖起来，让那些小国家自己互相撕咬，最后再打开来的时候，那赢就是那个中国、美国跟俄罗斯这3个国家。为什么我说排最后？因为他被打嘛，他理由是被打了嘛，能不能做起来可以嘛？但是怎么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吗？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哦，各位好像没什么问题，好吧？各位什么问题？我看一下哈，一边用电脑看，因为电脑的直播突然那个系统突然垮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像可以，他妈我都快直播完了，现在可以也没用了，真是气死人！那个 OBS 真的气死人了，真是让我真的卡住了，好吧？好，还有什么问题哈？收讯现在还可以啊，我现在看我自己好像还可以。时间一说话感觉不一样，个人股局快进，我们等下谈一下两岸之间好吗？年历间国庆，今天7月4号国庆啊，对，这也是国庆哈，这也是个国庆，飞鸿供应链。好，我们要讲一下美国，美国现在终于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吧？好，我们继续下去哈，我们继续下去哈。所以现在就最近有个要点是什么呢？川普在跟台湾讲是说啊，台积电你必须把大量的产能运回到美国。那第二方面就是什么？美国五角大厦开始放出一个消息，各位，这个是美国的战争部，也是五角大厦所放出来的消息，这不是所谓小道消息。他们认为，中国在2027年以前就会进行收台之战啊。但是呢，中国的表示是我没有说什么时候，你要做个什么时候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没说我什么时候啊，至于我什么时候或是我要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不交给你去管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哦，其实中共的军舰呢，基本上在我们台湾海峡这些旁边呢，其实已经布了110多艘的一个船次进行东部海域的一个巡航，等于是说其实台湾现在是一个包饺子的状态啊，东南西北都是解放军。都是解放军，对不对？还有美菲的一个倡议宣言还有是说美日之间的他们军演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能够让中国不要那么快进行统一？但中国统一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是一个趋势，因为时代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中国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最近还有东风快递来进行试爆，那个画面也真的非常震撼。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呢，美国希望能够快速把台积电尽快在亚利桑那州赶快增加它的投产，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你今天把这些设备或产能移过去，你的成本会增加。目前为止，当台面上的账就会增加30%，30%那30%那还得了对不对？那你所有的一些制造成本，包含他们自己，比如说辉达他们自己的这些。一些显卡是不是你都得增加成本？所以它一个成本上去，不是只有台积电，它在美国厂所产出来这些东西增加30%而已。增加30%之后，它所有的科技制品都可能上浮50%。那么它的一个利润就非常低了。各位我们知道 AI 产业上来讲，到美国部分是完全没有获利的，完全没有获利。你说台面上获利的 Alphabet 这个东西，那你获利一阵子，它现在尽量砍到一些它来自于中国大陆这些订阅户，而且中国订阅户很多都是200块的美元1个月的，这比美国用的还要更什么，还要更多一点。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必须是尽快的去做，但是他做也做不了。加上是说现在韩国他也加大了对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投资，所以对美国来讲它是非常危险的。你即使两岸统一了，但是你如果科技权又回到韩国身上，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绝对不是好事情。所以他很急的想把台积电搬过去，但是搬过去你也生产不出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所以说他们对现在中国在亚洲的地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冒。但是问题就是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你即使感冒，但是你同时面对到了又是中东战场又是乌俄之战，你现在又想去制裁中国对台湾的这些统一的进步呢，那就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它自己的非农就业指数是不好看的，它的非农就业指数不好看，它整个国内的经济呢，其实它一直不断的下修。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面临高油价失业率，还有各种状况之下，因为它又要选举了，
又想要维稳，所以说美国现在是该怎么去讲呢？它是一个很优雅的绅士very very gentleman， 但是呢，你身上衣服已经开始洗白了，你西装开始洗白了，你的衣服开始有点小裂开，然后打一点小补丁在里面，内里开始破了。为什么你撑不上去？因为你的债台太高了。你去支持这个战争，导致你自己的美债已经债台高筑。那现在他们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不断的去炒作世界各地的这些股市，让钱涌出去，然后再快速的收回来，把大家一起搞砸，他自己过得就好了。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这么容易去做，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你要做这件事情了。唯一没有办法抵抗的就是日本，说日本日元一直跌，跌不休，跌到现在，它还有办法去回升呢？可以，它一定会触底回升，但是不多。说日本你要怎么去做？接下来的牺牲者一定就是高市早苗，因为什么？包括岸田派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们没办法再去支持日本，对吧？经济不继续被美国去折磨，他只能想办法把高市早苗给牺牲掉，然后让日本的男人在这些不足的地方，所以让他们自己可以去捡了这个漏，但是容不容易？不容易。比如说像日本对中国断供这个光刻胶，但是问题是光刻胶在中国它是有办法有替代品的，虽然良率没有这么高，但是中国本身是有替代品的。你在有替代品的状况之下，你要去让日本去扼杀中国半导体制造，这基本上也是难上加难。所以说中国对日本它去断供的稀土，日本对中国断供的光刻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光刻胶的原料也是必须中国来的，说它与其说是制裁，那反过来讲，它也不得不去断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即使是这个样子即使是这样子，那么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材料，比如说他们有一些那个什么半导体用的那个光学膜，那光学膜它是日本的卫星公司所做出来的，这个我们下次再讲今天不去特别展开来讲就比较难了，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半导体的那个滤膜那个膜是日本的卫星公司所推展出来，那个我们最近找时间去讲。所以日本它现在能够做的已经不多了，那美国能够吸的血也不多了，美国只能做什么了？尽快的去力挽狂澜，希望既不跟中国打坏关系，又能够维持区域性的稳定，这能吗？这很难。所以说有人就说军购美国的这个对台军购会不会进行下去呢？会继续下去，但是审议时间会拉很久，拉到什么时候呢？拉到不能再拉的时候，又可能发生一个案件，然后呢那个事情又停止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得罪中国，对美国绝对不是好事，因为稀土还在中国身上。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现在 AI 会不会就泡沫？这个事情就跟我们要讲的 ，AI 当然会泡沫。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 OpenAI， 它就已经延后上市了。各位，它为什么延后上市？其实跟我们上周所讲到是一样的意思。AI 的OpenAI 它之所以延后上市，是因为这个泡沫一旦出去，它自己的市值会被受到很大幅度的一个低估。它现在大家觉得它一定有值一定的额度，但是你一旦上市之后，那你是不是会因为你的财报或所有东西都得献出去，导致是说你在进行 AI 泡沫的时候，公司会整个市值会被很严重的受到打击？那当然，现在延后上市就变成是说我筹码不外露，那么我是可以维持我自己的一个优势。懂老师意思吗？比如说嘛，我们看到这个 Anthropic，它在这近7月1号到7月8号之间，他们原来被那个美国政府限制不能够去使用的 Fable 5以及那个 Mesos 的这个模型，他们在7月8号它现在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用从7月2号到7月8号。大家都可以用，无论是订阅之后的 API 都可以去用。那7月8号以后呢，你只要用 API 去付这个费用1 million token， 就100万的 token， 它可以收50美元，50块美元，贵不贵？贵，很贵。那好不好用？好用，靠腰，真的有够好用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是说，你有这个问题之后，美国的 AI 公司它就面临到很大的挑战是。Anthropic 即使它已经愿意把他们最新的模型向世界各地去广发了。但是像中国的阿里巴巴，他就发了公告，就是阿里巴巴集团下所有的人都不能够使用那个 Anthropic 底下的 Cloud Code。Cloud Code 本来就是很厉害的编辑模型，但是现在就不能用了。那不能用的状况之下是为什么呢？因为发现美国 AI 里面是那 Anthropic 里面的这些 Cloud Code 里面，它有安装了那个木马程式，也就是呢，它会分析你在哪里做什么。那还有你的一些电脑里面的概况，就变成它里面其实有一些我们所说的木马程式吧。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了，那他就失去了很大一个订阅户，因为不只是阿里不用，而是他封了几乎所有来自中国的账号。那这个状况之下，只为了维持他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么
那 AI 的状况之下，你就没办法真正的去挣钱，因为16:1，就是你花16块，你只能挣到1元的一个状况，也是实际有的。即使你提高这个 token 的费用，但是中国已经在进行驰援的外销，也就是算力出海的政策，所以说你现在也不一定是把你的这个消费全部放在你这身上，反而是什么？我一开始第一步跟第二步使用中国的算力，比如说是千问，比如说是 DeepSeek 啊，或者是你的那个 Mimo 啊，这个中国的 Mimo。然后完成那个出行框架之后呢，我后面再用 Codex 啊来去做这些检查有没有错误，有错误的时候，我再用最少的钱，我再用 Cloud Code 去把它完成。或者用 API 把它完成。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的收益就会大幅的缩减。但是为了政治，他必须去这么做，因为这就是美国的资本现场。说 AI 会不会泡沫？它现在 OpenAI 它延后上市的状况之下，就已经知道它会泡沫了。就像马斯克老师预言，他本身就没有办法赚钱了，说它上去一下又下来，完全就跌回来了，对不对？很多事情我们从这个是政治现实跟国际现实来看了，我们就知道它其实是很多事情是可以预估的，这个是可以预估的。好吧，那各位老师懂老师的意思吗？说 AI 会泡沫，会泡沫的，那一定会泡沫的，那本来就会泡沫的，因为 AI 它很多人说 AI 是要取代很多的人的工作，这是肯定的 ，AI 肯定会取代很多人工作，这是一定会的。但是问题是，人不会被 AI 取代，原因是因为你懂得用 AI，而不是 AI 直接把你取代，它只是会多了一群会 AI 的人把你不会 AI 的人取代，但是你也取代不了会 AI 的人，这个是很明白的意思，好吗？然后，那这个目前老师有人在问是说那个民族团结法说内容可以说明一下。其实我更新这个视频了，民族团结法我已经有更新这个视频了，各位可能没有看到。民族团结法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啊，这个很多的一些特定团体就是需要把它去宣扬，是说这个是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它有所谓长臂管辖，就是不论你在哪里，你是谁啊，你在哪个国家啊，只要你是破坏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民族团结啊，你试图颠覆政府啊，或是颠覆党的一个领导的话，那么你就是有罪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它有没有长臂管辖？它有长臂管辖的。可是它长臂管辖是什么意思呢？各位知道民族团结法，它里面提到台湾就2个地方我们就从台湾开始讲。它提到台湾就2个地方，第一个是第22条22条就是说，你这个包含台湾的这个百姓啊，你必须要懂得爱国啊，必须爱国，然后尊重中华民族的文化啊，有爱你的同胞。然后还有好像是第42条还是44条吧，忘记了。它意思就是说。任何包含了台商的什么台湾的一些互助会、台胞互助会等等之类的，那你们也是必须遵守这个政策啊，不然你是有罪的。所以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台湾的民族团结法，它就是让他们自己的一个国家里面管辖范围之内，你不能去进行颠覆政府或颠覆党的领导的一个法。那现在各位，其实你看了民族团结法之外，你还看了另外一个东西，因为中国最近又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你不能够用你的中青会的名义，或是你是用你的同乡会的名义，在中国各地来设这个分会，这个是被禁止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诚信同乡会。我可不可以在安徽设立一个诚信同乡会，然后在那个广州设计一个分会，然后再在安徽再设计一个分会，然后在内蒙古设计一个分会？不行，他们是不形成这个分会的。所以说你要去明白，他们他们要做好的事情是什么？维护他们国家的稳定。那么你不能够去做这些所谓的集会结社的事情，受到管制的。那你说这个不民主，那民不民主不是你决定的，好吧？民主不是你决定的。那再来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民族团结法，他的长臂管辖，他去抓人，没有说他会抓人，抓谁？就是如果他们认为你在颠覆他们的政府，颠覆他们党的领导，然后你还进入到香港，然后进入到中国的领土，那么他就可以把你抓起来。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法，为什么你可以抓我？因为你他妈想要颠覆别人国家，就这么简单。要颠覆别人的政党可以吗？不行嘛，对不对？你就算在 Facebook 上面，你在西伯利亚，然后你说你要去炸美国白宫这样子的一个发言，那你请问一下，你进到美国会不会出事？那一定会出事的嘛，对不对？你不要说你美国这么可以随便批评，你要有极限的批评。比如说我要去促进那个德克萨斯州的独立，那你觉得你进到美国会不会被抓起来盘问？我告诉你也是会的。没有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别人都要容忍你。民主呢是有限度的民主，任何国家都一样。你可以站在肥皂箱上面去发表你对政府、对你整个世界的一个评论，那是美式的民主。但实际上，他们用的是选举人票。你也不是你所有东西就算，你可以讲，但是会不会被抓起来那是你的事情这个是可以在我们最近在那个川建国同志他本身在美国的统治上就是这样 ，ICE 它是不是合法的？你说它合法，它合法；你说它违法，它也是违法。但是合不违法，这是人家的事情，那不是你的事情。所以民族团结法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国内法，你要颠覆它，请你不要进入中国的领土，就这么简单。有没有很清楚？
你要颠覆，你可以质疑他，你可以质疑你任何不尊重的人，对不对？你质疑他们的任何政党体，你质疑任何他们的领导人，但是呢，你就不要踏入他的国土嘛。你要去他们国土，你就不要批评他，这么很简单。比如说一个大陆人，然后跑到台湾领土上面，他跟你讲我要怎么样呢？我要进行那个两岸统一，你觉得台湾人会不会把他抓起来？会嘛？不是一样的意思嘛？这个很多事情就是你要怎么去看这个法？它总共法才60几条，那60几条里面讲的都是一样，就是你不能破坏国家团结，你不能够用那些煽动式的语言，然后来去破坏这个政府的领导，那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问题吗？我不晓得，各位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这个各位你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各位你有什么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法。当然有些人扩大解释，你要抵抗这个法可以啊，但是那个是人家的国内法，你抵抗法你干嘛呢？你抵抗不了啊，因为那是人家的国内法，你要怎么样去抵抗？抵抗不了，对不对？你抵抗不了，对不对？这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是吧？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有什么？直播有觉得先痛做包做小日，除了美国的亚洲阵，那不可能的事情呢。日本再怎么狂妄，他也不会去跟中国作战。各位，你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名嘴，或是那些日本的激进主义说他们可以跟中国一战。任何有理智的亚洲人都不会去跟中国一战。任何有理智的，因为军力是完全不对称的。日本现在的军力可以打谁？说白，日本打台湾可以，打韩国可以，韩国可能打不赢啊。日本可能打台湾可以，打菲律宾可以，你打泰国可以，那打东南亚可以。但是如果你说打中国，对不起，你还没有发射，别人就知道你准备发射。请问你要怎么跟人家打？打不赢的，那是肯定打不赢。如果可以打赢，那日本早就派他的铁甲船出去，开始在那个台湾东西岸开始做巡航了。就是因为打不赢嘛，能什么？能图个嘴痛快。他希望在打不赢的状况之下，他可以恢复他自己这场国家的状况，因为他现在是战败国，所以他至少可以恢复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能不能？不能，因为所谓的正常国家化，随着安倍晋三接上令之后，那基本上你是没人可以达成的，因为后面没有人有这么强大的政治的基础跟实力。安倍晋三他是贵族之后。那么你要其他人要去有他一样的实力，而且你要做一样的事情，那么你得再花10年、20年的时间，你才能够达到这个事情。但是问题是，美国现在把你当血包，你快吸干了，他还是继续吸，你也没有这样的工业实力，你也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好吗？日本敢打台海吗？当然不敢了，你打台湾了，中国就出来了嘛；你打韩国了，金小胖就出来了嘛。对，那也不行，对不对？所以说呢，基本上你能够打人就很有限，你就只能打嘴炮，其他事情呢你是办不到的，好吗？好，所以说我们在看今天这个直播，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它是起了一个很拧巴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一个很纠结的状态。你说乌俄之战嘛，它没有办法继续升级，因为大家打到现在就只能僵持，是不是？西线有战事，但是打到后来谁鹿死谁手，就看谁先熬不过，就这么简单。但是欧洲现在自己要能够先不被热死，那么他还得再撑1个月，那个月可能又在死几千个人也说不定，那是不是问题就很大？就还是能撑的。土耳其他会不会有什么立即性的问题？也没有，因为埃尔多安你也是要到2028年好像才选举吧，是不是？但是他现在这地方选举他也得先稳住，所以他得把国内的问题转移到国外的地方，境内的问题转移到外部的问题，他才能够维持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跟正当性。那这个时候，美国要不要放过他，又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土耳其你要直接跟以色列打仗，那么基本上是不会的，因为他没有这个实力。那伊朗也是一样嘛，霍尔木兹海峡我捏着嘛，我看你们动，对，我就待在原地，待在原地，我吃我的野枣，卖我的油，我能够活下来也就没事。比如说最近他那个哈米尼，他不是他们进行他们的一个国葬吗？那国葬的时候有400万人在去送这个哈米尼的一个葬礼。不要说400万人，你40万人，你也是非常的宏伟。但是这也是完成一个历史交接，就是什么呢？那个哈梅内伊他自己所谓的这个平庸政策，已经随着他这个葬礼已经结束了。所以伊朗他自己也完成他一个划时代一个状态。那整个状况就变成说，他要交接起来就是国民革命卫队，他要掌握了整个伊朗的运行。那以后伊朗走的就是鹰派，谁来都不好使，对不对？我要就我的权利，谁来都不好使，我不跟你协商了。美国还能够协商多久呢？没办法协商多久，那是有限的，因为那个什么，我们特朗普老大爷他自己在11月也要期中选举，现在已经7月，你4个月后你要做期中选举，那么你现在要给的国内的承诺又是什么呢？所以真正危险的地方还是只有一个，台湾。台湾2026年会不会有问题？我大概率跟各位讲，没什么问题。但是2027年我就不能保证。
2026年基本上目前所看到的，中国只要什么都不做，它比做什么来得强，它只要维持现在的内循环，维持它现在对科技用品的优势，那么就足以放着让美国自己产生的新一次的 AI 泡沫危机，以及日本它自己的经济崩盘，它只要维持这2个规过了，后来他要收台湾，那是探囊取物，因为过去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那个人大会里面说的就是，当他们要在2027年前要能够去足以再去收台湾的所有准备，而这个准备已经他已经拿到了，已经取得了这些收获，那么它本身自然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了，好吧？老师可以补10分钟来继续收件不佳的延误的时间，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吧？你们说吧，好吧？既然我现在VPN 可以自己，我现在已经可以用了，那么各位去看有什么问题，好吗？有问题我们就回答。所以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看到是 AI， 我们还是有看 AI 哈 ，AI 这个东西啊，南韩的三星跟 SK 海力士啊，宣布5180亿美元的半导体投资计划。那当然它是主要是用国家的资本加上企业资本去银弹公司，说其实最主要是什么？它需要取代台积电它本身的优势，然后让他们自己的半导体能够去接棒这个没办法这个是没办法。欧盟跟美国联手推的矽晶计划也是有障碍的比如说苹果传出这个矽晶计划，像欧盟跟美国一起把半导体争起来，但是苹果公司却打算向中国采购记忆体，说这个东西就对让他们的纳斯达克或者一些半导体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台湾不是我来之前上周吧，它不是进行了苹果整个系列的大涨价吗？大涨价是为什么？其实它后面考虑到原因是很多的，因为就是在于这个半导体很多事情其实苹果本身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主导这个事情，好吗？还有什么问题对，还有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没讲，基本上大概有讲，因为不好意思前面给你各位卡住了通膨半导体美伊之战都有了其他都小事情了其他都是小事情了。墨西哥、澳大利亚那都小事情，好吧？那种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好吗？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今天直播到这个地方那跟各位讲我们还有好几周的时间了，下周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好吧？我们还有好几周的时间，老师会在大陆出差，比如说我在7月8号我会前往杭州，那当周我们也是在杭州我们进行直播，然后7月13号老师会前往成都，那个台风没有来的话，我应该前往成都因为据说7月11号我们的一个巴威台风可能会直扑台湾，那还有福建江浙沪的地方，那这个东西我们要看有没有去达成的这个状况，有的话我可能去不了成都，就直接回台湾了，就回台湾了，好吗？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下周不会迟到了，好吧？今天真的是特例，好吧？下周我真的不会迟到，好吗？拜拜。这怎么关了？